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且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从中国东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到西部嘉峪关，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历代总长超过了2.1万千米，横跨中国东西方向，蜿蜒曲折，如同一条龙，因此有万里长城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河修缮战国长城，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在2000多年的修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在布局上，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就总结出了因地形、用险制赛的重要经验。接着司马迁又写入《史记》之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成为军事布防上的重要依据。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险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的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的效果。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以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创造了许多种结构方法，有夯土、块石片石、砖石混合等结构。在沙漠中还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沙砾层层铺筑的结构。在今甘肃玉门关、阳关和新疆境内还保存了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这种长城的遗迹。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铺、营城、卫所、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墙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为7.8米，有些地段高达14米。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平坦的地方构筑的比较高。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要部分，其总厚度较宽，基础宽度均有6.5米，墙上地平宽度平均也有5.8米，保证2辆辎重马车并行。长城的城墙是这一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它建于高山峻岭或平原险阻之处，根据地形和防御功能的需要而修建，甚至一些最为陡峻之处无法修筑的地方，便采取了山险墙和劈山墙的办法。长城体系中设置有大量烽燧作为情报传递系统，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古代边防报警有2种信号，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放烟叫风，夜间举火叫碎，台台相连，传递讯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是因为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看见，烟雾相对瞩目，而夜间烟雾不显，火光在很远处就能看见，这是很科学的方法。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还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烽燧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燧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就建在长城之上。烽燧在汉代称作烽后、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了烽火台。烽火台的布局也十分重要，关键为要将其布置在高山险处或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临近的3个烽火台都在彼此的视野范围内，以便于随时查看和传递消息。关城是万里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关城设置的位置至关重要，军事选择在有力防守的地形之处，以达到以极少的兵力抵御强大的入侵者的效果，故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动地说明了关城的重要性。长城沿线的关城有大有小，数量很多。就以明长城的关城来说，大大小小有近1000处之多，有些大的关城附近还带有许多小关，如山海关附近就有10多处小关城，共同组成了万里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系统。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全长26千米。山海关是明代创建卫所兵制的产物，明代的屯田制和改革政策又对山海关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老龙头长城是长城入海的端头部分，因其选址科学、建筑独特，被称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千古奇观。入海石城是老龙头景区的核心景点之一，是明万历年间由著名将领戚继光主持修建的海上长城。它深入海中，犹如龙首探入大海，也是万里长城中唯一的一段海中长城。入海石城全长300多米，由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成，城墙高大坚固，登上城顶可以远眺大海，感受古老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海洋的独特结合。镇北台呈正方形，台体为内夯黄土外包砖石的实心构造，共4层，由下至上逐层减小，台之各层均包砌青砖，每层台楼四周围以女墙制叠，各层台顶外侧砖砌约2米高的垛口，垛口上部设有瞭望口，各层垛口内四周相通，总高30余米，西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镇北台有万里长城第一台的称号，为古长城沿线现存最大的边防要塞之一，是明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的建筑之一，为列长城3大奇观之一。镇北台是古代保护鱼鳞的历史见证，为古代边关贸易、民族和谐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进入新世纪，镇北台对中外人士探寻历史渊源、研究长城文化、体验人文休闲有重要价值意义。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5000米处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城关两侧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历史上曾被称为河西咽喉，因地势险要、建筑雄伟，有连垂锁月之称。嘉峪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与山海关、镇北台合称长城3大奇观。嘉峪关始建于1372年，由内城、外城、罗城、瓮城、城壕和南北2翼长城组成，全长约60千米。长城城台、墩台、宝城星罗棋布，由内城、外城、城壕3道防线组成重叠并守之势，形成5里1岁、10里1墩、30里1堡、100里1城的防御体系。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最出名的一段，也是明长城向游客开放最早的地段，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长城的一个隘口。八达岭长城为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明长城的八达岭段被称作玉关天堑，为明代居庸关8景之一。八达岭景区以八达岭长城为主，兴建了八达岭饭店和由江泽民主席亲笔提名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旅游服务设施。八达岭景区是全国闻名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以其雄伟的景观、完善的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而著称于世，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箭扣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西北的八道河乡境内，海拔1141米，山势非常富于变化，险峰断崖之上的长城也显得更加雄奇险要。箭扣长城因整段长城蜿蜒成英文字母 W 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箭扣长城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是近年来各种长城画册中上镜率最高的一段，向来是长城摄影的热点。长城由山腰直伸山顶，在山顶立一敌楼后又突然下降，翻身向下返回山腰，又骤然升起，直到海拔940多米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弯，其形状酷似牛犄角，苍劲雄浑，人们把它称之为牛犄角边。鹰飞倒仰是北京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到过箭扣的人大都会使用鹰飞倒仰这个词汇来比喻这段长城的险峻和险要。箭扣是近年来在长城画册中上镜率最高的一段，也是驴友们挑战、摄影爱好者们拍摄的热点。九门口长城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全长1704米，其南端起于威风绝壁间，与自山海关方向而来的长城相接。自此，长城沿山脊向北，一直延伸到当地的九江河南岸，在宽达100米的九江河上筑起规模巨大的过河城桥，以此向北位移于群山之间。城桥长97.4米，横跨九江河，享有水上长城之美称，城在水上走，水在城中流，是人们对九门口长城的形象描述。雁门关以险著称，有天下9塞，雁门为首之说。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以北约20千米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
城墙的南端分别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围城以外还筑有3道大石墙和25道小石墙，起到屏障的作用。水下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潘家口水库，整个景区水域纵深60公里，潘家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没于水下，恰似镶嵌在燕山深处的一颗璀璨明珠。20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部分古长城被淹没，形成了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库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蔚为壮观。长城以其雄伟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历代的中华文人名士及国际人士。许多中国的文人墨客以长城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美术、音乐等文艺作品，其中唐代的边塞诗尤为典型，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名句千载传颂不绝。孟姜女送韩衣的歌词广泛传唱。万里长城自构筑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2000多年来，任何人都没有能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力量，也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请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这里是世界，让我们下期再见。